最近我又去考了一次托福，那距离上一次考试已经过了8年。这一次我其实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准备，但是成绩比上一次进步不少。很多人会觉得托福要考高分，一定是要准备很久，背很多单字吧？但其实这些事情我完全都没有做。我这次用的备考策略非常的简单。那这一支影片我就会完整去分享所有我备考用到的策略还有工具。而且这一次考完，我发现新制托福的口说题目设计的非常厉害，它几乎不用什么应试技巧，因为它测的完全是你的英文实力。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细节，记得把这支影片给看完。那想要把考试考好，第一步就是先知道它会考什么。只要多做几次题目，其实大脑就会逐渐熟悉这个出题模式。所以一开始我会建议大家也不用做什么其他的准备，你就直接裸考去做4-5次完整的模拟测验，去了解一下这个考试内容，然后最后再针对比较弱的项目去练习跟补强就好。所以首先大家要做的就是先找一个可以大量练习题目的网站嘛。那时候我用的网站是 PrepX， 这个网站是采订阅制的。它除了会提供格式跟正式考试几乎一模一样的完整模拟考，它也有听说读写的题目，让你可以直接去针对弱项进行练习。那你第一次做题目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你不太熟悉这个题型，所以作答速度就会比较慢，那这个结果分数就不太能反映你真正的实力嘛。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一开始就可以先做3到4次的完整测验，去熟悉这个考试形式。做完之后，大概就可以逐渐掌握自己目前的程度，然后知道自己大概分数会落在哪。要注意的是，这个网站它口说的评分是比正式考试还严格的，所以我自己用这个网站练习的时候，常常觉得我已经发挥我100%的实力了，但最高也就只能拿4.5分。但是我在正式考托福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不太满意，因为有出现一些失误，但是我最后拿到的分数还是有5.5分，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这个严格度的差距。那透过完整的模拟测验，你应该就可以找出自己的弱点在哪。以我自己来说，阅读跟听力的分数都还算稳定，所以我除了每天去做完整的模拟测验之外，我就不会再额外去练习这2部分。那口说跟写作是比较需要透过练习去提高稳定度的，所以我就会偶尔做完完整的一次模拟考之后，还会再额外去多练几道口说跟写作的题目。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听说读写这4个项目的应试技巧还有诀窍。首先是阅读，阅读有分3种题型 ：Complete the words 就是补全单字，还有 Read in daily life 就是日常生活的阅读，还有 Academic text 学术阅读。那补全单字的部分，我自己做下来的感觉是，它完全就是在考你的基础单字量还有语感。所以你有没有正确掌握这每个单字，母语者他会怎么去使用，就会非常重要。那只要你平常你的底子不错，基本上就可以轻松的作答。那如果你想要培养很好的英文语感底子，我觉得最适合而且唯一你可以用的方法就是沉浸式学习，也就是看大量的英文内容，然后去内化这个语感。那如果你还不了解沉浸式学习是什么，可以看看这部影片，或是从下方的连结去了解更多。接下来是 Read in daily life 日常阅读的部分，那它基本上就是考快速的去找到重点的能力。通常你就是看一下题目，然后从文章中去快速找出关键资讯的位置就可以了。只要你基础的阅读速度够快，基本上也不用特别准备什么，就可以很轻松应对这个考试。最后是学术文章的部分，那它会有一篇文章，然后你要回答大概4-5个问题。我这次考下来的感觉是，托福的学术文章都写得非常有结构，每个段落的主旨也都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它主要测的能力呢，就是比较学术的词汇量还有理解能力而已，它也不太需要很多的考试技巧。那只要你平常有尝试去阅读一些学术的文章，然后可以理解没有问题，应该就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了。所以这个也是平常累积实力就可以。再来我们讲听力的部分，听力它分成短问答还有长篇的内容。那短问答就是你听一句话，然后就马上选一个最适合的回答。The chemistry lab was moved to Thursday afternoon, but I have a work shift then.The professor said students with conflicts should contact her today. 这部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技巧，就是你平常如果有多做沉浸式学习，然后去接触英文比较口语的这类内容，你有基本的这种语感，而不是靠抓关键字去答题，
通常你就可以稳定的选出正确答案。但是如果你缺乏这种理解完整句子的能力，而只能靠这种抓关键字的方法，那就会出现一种问题，就是选项 A 里面好像有你刚刚听到的关键字，但它其实是错误的答案，那正确答案其实是 C 之类的这种陷阱。那长篇的听力内容，我觉得就有一些技巧是可以分享的。题目它会先播一段比较长的内容。Hey Mike, do you have a minute? I wanted to talk about our group presentation for Psychology 201. 然后再让你回答4-5题左右相关的问题嘛。那我觉得长篇内容的话，做笔记的策略就会蛮重要的，因为你在写笔记的时候，它会分散你的注意力，所以如果你花太多的心思在写笔记上，你就会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去听内容。所以我自己会建议你，大多数的专注力应该花在专心去理解听这个内容上面，只花少数的注意力去写笔记，这样效果是最好的。那我讲的更细一点，就是内容的大方向还有主旨这部分，你只要专心的去听懂就好了，但是你不需要去写笔记就可以回答，因为你只要理解这大方向就好。所以我自己是建议你只写下那些重要然后又很难单靠记忆就记起来的这种资讯，比如说像是地点或是时段或是星期几这些东西，你单靠记忆是很难记起来，所以这类东西就最好写下来。除了这以外的东西，我觉得都不用笔记。所以听力的部分大概就这样。那口说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比较怕的地方嘛。那现在托福新制的考试方式是，你一听完题目就要马上直接回答，它完全没有给你任何的思考时间。所以说，我认为口说现在你要靠短期冲刺可以提升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基本上它就完全在测你真实的英文口说表达能力。所以这种考试方式对底子好的人是还蛮不错的，但是对于短期想要冲刺的人来说，可能会比以前还要更加困难。那口说又分成2种形式的题目，一种是 listen and repeat， 一种是 interview。那 listen and repeat 非常的简单直接吧，它就是要你去重复你听到的句子，比如说下面这个句子 Our first stop will be the main library. 那你听完就要马上记住，然后附送，说 Our first stop will be the main library， 这样子去重复附送。那其实这个 listen and repeat 的技巧跟前面的听力有点类似，就是因为你如果在听的同时，你把这个句子抄下来，它其实会分散你的注意力。那其实这个速度你根本来不及写，所以它在播放的时候，我会完全的专心去听这个东西，然后完全不写任何的笔记。因为我也尝试过边听然后写下几个关键字这种方法，但是结果都是我表现会更差，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完全不写笔记其实是更好的策略。那你在听他讲这个句子的同时，你的嘴巴可以跟着动，那但是不要发出声音。我觉得这个方法会对记忆会有一点帮助，但是记得不要把声音念出来，因为它会干扰你去听这个题目。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使用 chunking 的技巧，把好几个字组成一个区块来记。比如说这个句子就可以切成这2种不同的切法。那这个要怎么去切？我觉得完全就是靠语感，然后你在脑中自己去切，它没有一定说要怎么切。所以总结一下我自己会用的几个小诀窍，第一个就是你要极度的专注，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不需要去做笔记，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利用这个 chunking 技巧，那最后就是你可以做 shadowing， 但是不要发出声音。那我当初其实看到这个题型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个题目设计的非常好，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考试技巧可言，它基本上就是你的英文程度越好，你的分数就会越高的一个考试形式。其实我在我的最后的语言课也有讲类似这种的练习方法，所以我真的觉得它设计的非常好。那最后就是 interview 的题型，那这个就是你要先用听的方式听一个问题，然后之后必须即兴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它一样是没有给任何准备时间的。那 interview 题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仔细去听清楚这个问题，然后确实的作答，不要离题。例如这个题目 First, I'd like to ask about the last time you traveled somewhere. Maybe it was to a destination close to home, or perhaps you traveled internationally. Where did you go? Did you enjoy your experience? 他先问我们旅行的经验，然后他又问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有享受这个经验。那其实我们很容易会回答第一个问题，然后开始讲很长的一段故事，然后就忘记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享受这个经验。所以大家在回答的时候就可以记得这样子去回答。The last place I traveled was Australia, and I very much enjoyed the experience. 那这时候我就已经把这2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到了。
所以说我后面就可以继续讲这整个故事，比如说 I was there for a year and met a lot of people on the journe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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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就可以继续接下去。另一种很常见的题型是询问你的意见，例如这个题目。 Next, I'd like to ask about how you like to travel.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prefer to travel with their friends or family. Others think it is more enjoyable to travel alone. How about you? Why do you feel that way? What are some of the benefits of your preference? 这类题目就可以分成3个步骤回答，一开始就是 answer， 就是直接去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再来 explain， 就是提供一个原因，解释你为什么会回答这样的答案。那你这个讲完之后，如果还有剩余的时间，你可以再提供一个具体的故事或者案例，然后就讲一个 example， 就是范例。那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一个蛮高的分数。就算你没有提供范例，有前面2个部分，通常分数也会不错。那我可能就会这样回答，比如说 Most of the time I prefer to travel alone because I have more autonomy when I travel alone. It also gives me more freedom and I can meet strangers more easily when I'm alone as well. For example, when I did a working holiday in Australia, I was able to live in a tent for a while and meet a lot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hich wouldn't have been possible if I had been traveling with others. 那最后就是手写的部分。那手写它是分成组句子，就是 build a sentence， 还有 email 撰写跟学术讨论。组句子的部分考的就是你的文法的语感还有精确度。如果你的语感精确度没有到很高，那你可能还是可以去理解这个句子，但是你就没有办法用正确的顺序去把这个句子组回来，所以它也是蛮要求你的语感或是文法基础。那这部分如果你沉浸的够多，然后你在沉浸的过程中都有意识的去提升自己的文法精度的话，其实也不困难，你就靠语感就可以答出来了。但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语感基础不太够，那稍微去背一下文法，加强这部分应该是会有一点帮助，也可以在短期内稍微把分数提高一些。那再来是 email 的部分。email 的部分我觉得是算短期冲刺，它是可以大幅去提高分数的，因为你去写 email 的时候，通常形式都还蛮类似的。你只要去思考 email 里面应该包含什么资讯，才可以让收信的人他直接就可以回答你的请求，就是得到所有的必要资讯，他不需要再来回问你其他资讯，你只要能够这样有效的沟通就行。所以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说，你是要写信给一个教授去问，我现在买不到教科书，那网络订购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送到，那我现在能不能借同学的书来影印，先拿去上课？要写这个信的时候，一般来说开头跟结尾都是固定的，我自己都是用 Dear 加上收件人的名字，例如 Dear Professor 什么名字之类的。那结尾就是用 Best Regards， 我都是用这些固定的模式。然后以这个范例来说呢，一开始就是先解释背景，把背景资讯都交代好，然后用你的换位思考的能力去想一下这个收件人他需要怎样的资讯。那接下来就是问关键问题，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借别人的书来印，然后再问一下哪些章节是需要用到的。这个是我早期写的一个范例，大家如果仔细看应该会发现我有一个漏写的资讯，就是我没有写说我是哪一个课程的学生。那其实你在做有效沟通的时候，这个是必要的资讯，所以大家在写的时候就可以去思考，就是你到底要写入哪些资讯，提供哪些资讯，才可以做到有效的沟通。 OK， 所以这个范例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他考的就有点是训练这种换位思考，然后完整的去做沟通的能力。那最后一个就是学术讨论的部分。那这个题目它会提供正方跟反方2个论点，所以你一开始要先想好说你到底想站哪一边，或是你想2边都讲也可以，但通常讲一边会比较简单。那你就是支持其中一方论点，然后再补充一些额外的资讯，然后你也要回应说另一方反方论点，你要消除他的疑虑。我自己都是这样去写的。那这2个步骤做完之后，结论是可写可不写，如果你时间够可以再写一下结论。所以比如说这篇文章我就是一开始先写我自己的意见，我站在哪一边，然后第一段呢我就写我支持这个 Terry 的意见，然后再补充一些资讯，然后后面呢我再去解决另一方的疑虑。我自己大概都是用这种格式去写。好，前面我们讲完所有题型的应对技巧，那最后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假设我现在要重新开始准备托福，然后我的基础不好，那我会怎么样去做？那假设你现在的托福的程度可能是60到70分，而且你是不需要在2-3个月内就马上考试，你有一段时间是可以准备，那我自己会建议与其你马上就开始去备考，不
不如先养成沉浸式学习英文的习惯，多去看英文内容，然后去培养你的语感还有词汇量的基础。因为如果你的词汇量跟语感还有这些文法基础都没有打好，那就算你现在直接开始备考，也很容易就会卡关，然后会感到很挫折。所以说我觉得先养成每天沉浸在英文里面的习惯，然后去慢慢提升自己的英文基础，等到最后2-3个月的时间再把这个时间花在备考上，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你的基础能力已经提升了，准备起来就会轻松非常多。甚至呢，你可能都还没开始练太多的技巧，但是你的分数就已经提高不少。那很多人抢到沉浸式学习都会先去看这些常春藤啊、BBC 或是看新闻之类的，但是我自己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些，就是你没有必要看这些无聊的内容。国外有很多娱乐的内容是可以选择，比如说你 YouTube 可以找有兴趣的频道， Netflix 也可以找，甚至你可以看动漫的英文配音版，都是很有用的学习方法。所以你看自己有兴趣的内容，其实是通常更容易进步的，不需要看那些很无聊的内容。那如果你用我开发的 Zero Study 去看 YouTube 或是 Netflix， 遇到任何无法理解的内容都可以直接查询单字的意思，然后也可以点一下就把它制作成单字卡，之后拿来复习。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效率的学习系统，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我下方有连结，也可以参考这部影片去了解一下怎么用。很多人以为看这些影片都只是在训练听力，但其实不是这样。在沉浸式你在看这些影片学习的过程中，除了它在训练你的听力，它也同时在累积你的词汇量还有文法跟语感。那这些能力也会带动你的口说跟写作能力，全部都会一起进步。所以说，如果你透过大量的去沉浸看内容，然后培养你的基础能力，那之后你去准备考试的时候，不只是你的听力，其实你的写作跟口说都会连带的进步非常多。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从今天开始就沉浸式学习。那我自己这次新制成绩是拿到6分满分，换算成旧制是118分。表面上看起来我只花了大约1个月准备而已，而且除了做模拟考，我其实也没有准备额外的其他东西。但其实这个成绩背后是我花了接近1万个小时沉浸，然后看英文内容，逐渐去累积下来的这个词汇量、语感还有发音能力，并不是靠一个短期冲刺就达到的。OK， 所以以上其实就是我这次完整提供给大家的备考策略。如果大家对于托福备考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私讯我的 Line 或者是加我的 Instagram， 那我都会回答你的问题。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了，拜拜。